在節目開始之前，我想請大家先看一眼此時此刻窗外的世界。也許你正在台北搭乘捷運，看着窗外飛逝的街景；也許你此刻身處台南，享受着午後寧靜的陽光；又或許你正在高雄港邊，看着海面波瀾不驚。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如常，那麼安穩，對不對？我們習慣了這樣的日子，習慣了明天太陽照常升起，習慣了規劃明年、後年，甚至10年後的人生。但是，如果我告訴你，這所有的一切，這看似堅不可摧的現代文明常態，其實正處於一個巨大的倒計時之中，而指針的終點就停在2026年，你會相信嗎？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我知道，聽到這裡，很多人可能已經準備關掉影片了。又是一個危言聳聽的末日預言。你可能會這麼想，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聽過太多狼來了的故事，從瑪雅人的2012到各種網絡神棍的胡言亂語，我們的神經早已麻木。但請再給我幾分鐘，因為今天我要講的這個故事它不一樣，它不是來自於什麼模糊不清的古老詩歌，也不是來自於網絡上的匿名帖。這個警告來自於2個截然不同卻又在時空交錯點上驚人重合的源頭。一個是泰國北部人跡罕至的原始叢林中，一位幾乎斷絕了所有塵世聯繫、修持了一輩子的森林派高僧；另一個則是被塵封在歐洲不知名圖書館地下室裡，整整100年前的一份早已被主流科學界遺忘的、被視為瘋子的地質學檔案。當這2個相隔100年，無論從信仰還是知識體系上都毫無交集的點，竟然像拼圖一樣嚴絲合縫地指向了同一個年份2026，以及同一個足以毀滅世界的畫面時，我們還能用一句簡單的巧合來輕輕帶過嗎？這背後是否隱藏着某種宇宙對我們人類最後的也是最嚴厲的慈悲提醒？故事的起點在泰國清邁以北，靠近緬甸邊境的一座深山古寺裡。這裡沒有遊客，沒有香火的喧囂，只有無盡的蟬鳴和原始森林的潮濕氣息。這裡住着一位名叫龍婆普拉莫 Luang Por Pramot 的老僧，他今年已經96歲高齡了。在泰國的佛教界，他是真正的苦行者，一生都在践行佛陀最原始的教義，持戒精嚴。據說他的禪定功夫已經到了可以宿命通，也就是洞察過去未來的境界。但老人家一生低調，從未向外界炫耀過什麼神通。直到幾個月前的一個深夜，那一晚，龍婆普拉莫像往常一樣在禪堂入定。對於他這樣級別的修行者來說，入定通常意味着進入一片極度祥和、充滿光明的法界。但這一次，一切都變了。據後來負責照顧他的弟子回憶，那天後半夜，他們突然聽到禪堂裡傳來一聲從未聽過的極度痛苦的悲鳴。當他們衝進去時，看到了一向寶相莊嚴、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老僧，竟然全身顫抖地癱倒在地。他的袈裟被冷汗完全浸透，那雙充滿了智慧與慈悲的眼睛裡，此刻竟然寫滿了前所未有的恐懼。是的，一種源自靈魂深處的對某種不可抗力產生的深深恐懼。在弟子們的追問下，老僧用顫抖的聲音斷斷續續地描述了他在那個深度禪定世界裡被迫看到的景象。他說，他首先并沒有看到什麼，而是聽到了声音。那不是我們耳朵能聽到的空氣震動，而是一種直接作用於意識深處的低頻轟鳴。龍婆普拉莫形容，那聲音就像是地球母親的骨骼在碎裂，是地核深處發出的不堪重負的哀嚎。那聲音充滿了痛苦、憤怒和一種想要掙脫一切束縛的決絕。緊接着，畫面出現了。如果說我們平日裡看到的災難片是令人震撼的，那麼高僧眼中的畫面則是令人絕望的寂靜。他看到我們賴以生存的這顆藍色星球，突然間像一個被顽童猛烈搖晃的水球，不僅是地表在震動，而是整個地殼，我們腳下。這看似堅實無比的大地，像一層漂浮在水面上的薄油皮一樣，開始了整體的劇烈的滑動。然後水來了，
高僧反覆強調，那不是我們認知中的海嘯，不是那種因為海底地震而引發的局部波浪，那是真正的滅世之水。因為地壳的剧烈位移，全球海洋的海水在慣性的作用下瞬間失去了平衡，數以億萬噸計的海水化作了一道道連接天地的黑色水牆。高僧在定境中極力想要看清那水牆的高度，他給出了一個令人窒息的數字，平均高度超過了2000米。想象一下，那比4座台北101大樓疊起來還要高，這哪裡是水？這就是一面移動的死亡峭壁。他看到這道峭壁以超音速橫掃一切，他看到了紐約的自由女神像瞬間像餅乾一樣碎裂，他看到了繁華的東京在幾秒鐘內變成了海底廢墟，他看到了那些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艦群在巨浪面前渺小的如同澡盆裡的塑料玩具，瞬間被拋向高空又重重砸下，沒有尖叫，沒有哭喊，因為一切發生得太快，生命在那種級別的力量面前脆弱得如同塵埃。而在這一切毀滅景象的終極背景中，高僧看到了一個巨大的血紅色的數字，如同烙印一般懸浮在虛空中，揮之不去。2026。老僧在講完這一切後流下了2行濁淚，他悲憫地看着弟子們，說了一句讓所有在場者都不寒而栗的話：眾生的共業真的已經沉重到無法挽回的地步了嗎？這份來自禪定維度的末日報告最初僅僅在寺廟內部極小範圍內流傳，被看作是老僧對弟子們精進修行的警示，並沒有人真的認為這會是一個即將發生的物理現實。直到1個月後，一位名叫阿南的年輕歷史與地質學雙料博士，出於對神秘學的興趣，造訪了這座寺廟。當他偶然間看到弟子記錄下來的這份描述時，他整個人愣在了原地，後背一陣陣發涼。因為高僧描述中的幾個關鍵細節，地殼的整體滑動、全球性的超級巨浪，以及那種詭異的地底轟鳴聲，竟然與他在歐洲留學時在一堆舊紙堆裡偶然翻到的一份100年前的瘋狂科學報告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而那份科學報告的推演終點竟然也指向了同一個時間窗口。為了驗證這個瘋狂的想法，阿南博士立刻飛回了歐洲，重新鑽進了那個充滿了霉味的檔案館。他要找到那份被歷史塵封的1926年泛太平洋地質巨變可能性研究報告。而當他真正再次翻開那份泛黃的文件時，他知道他打開的不僅僅是一份舊檔案，而是全人類命運的潘多拉魔盒。在那間位於海牙的陳舊檔案館裡，阿南博士的手指在一份發黃變脆的紙張上劃過。這份報告的作者名叫亨德里克·范德米爾 （Hendrik van der Meer）， 一位在1920年代曾被譽為天才，卻在晚年被學術界徹底放逐的荷蘭地質學家。報告的標題用早已褪色的墨水寫着“地球地殼周期性位移及其對史前文明毀滅的考證”。當阿南博士逐字逐句地讀下去時，他終於明白為什麼范德米爾會被當成瘋子。因為他提出的理論不僅在那個時代，即便在今天也足以顛覆所有人的認知。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腳下的大地是穩固的，板塊運動是以每年幾厘米的速度緩慢漂移，就像指甲生長的速度一樣。但范德米爾在報告中大聲疾呼：不，這是一種錯覺。他打了一個極其形象卻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比喻：地球就像是一個並不新鮮的橘子，我們的地殼就是那層橘子皮，而地殼下面的地幔就是橘子肉。這層皮並沒有我們想象中那樣緊緊地粘在肉上，它是鬆動的。范德米爾認為，在某種特定的引力機制觸發下，整個地球的外殼，包括所有的陸地和海洋，會像那層鬆動的橘子皮一樣，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圍着地核發生劇烈的整體性的滑動。試想一下，如果這層皮突然猛地轉動了30度，會發生什麼？原本位於赤道的繁華都市會瞬間被甩到寒帶，原本被冰雪覆蓋的兩極會突然暴露在赤道的烈日之下。而最可怕的是，在這個急剎車般的滑動過程中，那依然保持着慣性的全球海水。這就解釋了龍婆普拉莫高僧在禪定中看到的畫面。為什麼會有2000米高的巨浪？因為那根本不是海浪在動，而是大地在海浪下面瘋狂的逃竄。
為了證明這個瘋狂的理論，范德米爾在報告中列舉了一個讓阿南博士無法反駁的證據：西伯利亞的速凍猛獁象。不管是100年前還是現在，科學家們都在北極圈的永久凍土層裡發現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猛獁象屍體。最離奇的是，它們不是慢慢死去的，而是被瞬間凍結的。范德米爾解剖了一頭猛獁象的胃，發現裡面竟然還有沒來得及消化的金鳳花和毛茛草。朋友們，請停下來想一想，這意味着什麼？金鳳花，那是溫帶草原在夏天才會盛開的花朵。一頭巨大的猛獁象正在陽光明媚的溫帶草原上悠閒地吃着花。突然間，在幾個小時甚至幾十分鐘內，氣溫從零上20度驟降到零下50度，快到它甚至來不及把嘴裡的草咽下去，就變成了一座冰雕。這怎麼可能？唯一的解釋就是不是气候变了，是位置变了，是地壳位移这只无形的大手瞬間將這片土地從溫帶扔進了極圈。這頭猛獁象就是上一次地球橘子皮滑動時的無辜犧牲品。阿南博士讀到這裡，只覺得手腳冰涼。如果猛獁象是上一輪文明的見證者，那我們呢？我們現在的這些高樓大廈、股票市場、網紅打卡點，會不會就是下一輪文明眼中的金鳳花？而最讓阿南博士感到窒息的是范德米爾在報告最後推算出的時間週期。通過對古埃及星圖、瑪雅、曆法以及地質岩層的複雜計算，范德米爾得出一個結論：這種毀滅性的地殼滑動並非隨機發生，而是有一個精準的週期，大約每隔12000年，當太陽系特定的行星排列形成某種引力共振時，就會觸發開關。他用紅筆在紙上圈出了下一次週期的臨界點，那個數字和清邁老僧在禪定中看到的一模一樣。公元2026年，此時此刻，阿南博士的目光落在了報告附件中的一張手繪地圖上。那是一張范德米爾預測的2026地殼位移後的東亞地形圖。作為一名身在異鄉的游子，阿南博士下意識地去尋找那個他日思夜想的形狀，那個像番薯一樣靜靜躺在太平洋邊緣的美麗島嶼。然而，當他的視線觸及到那個位置時，他的心臟猛地停跳了一拍。在那張泛黃的地圖上，標注着 Formosa 福爾摩沙，台灣的舊稱的地方，被畫上了一個觸目驚心的黑色叉號，旁邊用極小的字體寫着一行注解：西太平洋斷層撕裂核心區預計在位移啟動的最初15分鐘內，由於板塊俯衝擠壓，該島嶼西部平原將發生災難性沉降，台北盆地、台中一直到高雄沿海將首當其衝。阿南博士的淚水瞬間模糊了視線，那裡是他的家啊！他想起了在台北辛苦了一輩子，剛還完房貸的父母，想起了在台南夜市擺攤維持生計的妹妹，想起了那些熟悉的街道、廟宇，還有那永遠嘈雜卻充滿人情味的機車海。在范德米爾冰冷的筆下，這一切都將在2026年的某一天，在短短的15分鐘內，被黑色的大海徹底抹去，仿佛從來沒有存在過。但是就在阿南博士絕望地想要合上文件夾時，他突然發現，在地圖上那個代表台灣島的中央山脈位置，范德米爾似乎猶豫了一下，留下了一個淡淡的白色的問號。這個問號是什麼意思？是測算的未知，還是一線生機？就在這時，阿南博士的手機突然震動了起來，屏幕上顯示的是泰國的號碼，是那位照顧老僧的弟子打來的。電話接通後，那頭傳來了弟子急促而激動的聲音：阿南博士，你必須馬上回來，師父他又入定了，而且這一次他嘴裡一直念叨着一個詞，那是福建話。師父從來不會說福建話，但他一直在重複。他在說什麼？阿南博士顫抖着問。他在說蓬萊，蓬萊。他說在那片將被淹沒的土地上有一道光擋住了那面水牆。阿南博士像瘋了一樣趕回泰國。當他再次跪在那間簡陋的禪房裡時，龍婆普拉莫高僧已經出定，老人的臉色蒼白如紙，仿佛剛才那場跨越時空的觀看耗盡了他最後的一絲元氣。但老人的眼神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亮，那是一種看到了希望火種的眼神。高僧拉着阿南的手，
用微弱但堅定的聲音描述了他最後看到的畫面。那水，那道本該吞沒一切的黑色死水，在即將撞上那座蓬萊島中央山脈的一瞬間，竟然猶豫了。高僧說，在那個毀滅性的時間線上，原本整個島嶼的西半部都已經被注定要沉入深淵，但他看到，在黑暗降臨的前一刻，從這片土地的各個角落，從擁擠的城市巷弄到偏遠的鄉間廟宇，從醫院的急診室到無名的慈善機構，突然升起了一點點微弱但堅韌的光芒。這些光芒起初很渺小，像螢火蟲一樣微不足道，但它們迅速匯聚，像百川歸海一樣，在島嶼的上方形成了一道半透明的金色的巨大光罩。當那道2000米高的物理海嘯撞擊在這個無形的光罩上時，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海嘯並沒有消失，但它的能量被分流了。那股原本要將島嶼攔腰折斷的毀滅性衝擊力，順着光罩的邊緣滑向了南北兩側。雖然島嶼的邊緣依然遭受了重創，但核心的陸地以及陸地上數以千萬計的生靈，竟然奇蹟般地保全了下來。阿南博士聽得目瞪口呆。師父，那是科技嗎？是某種我們還沒發明的能量護盾嗎？高僧搖了搖頭，嘴角露出一絲悲憫的微笑。孩子，那不是科技，那是德 merit， 那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世世代代累積下來的善意與慈悲的頻率。高僧解釋說，他從未在世界的其他角落看到如此高密度的這種光芒。他看到那光芒的來源，並不是來自於高高在上的權貴，而是來自於最普通的平民百姓。他看到在地震來襲時，那些即使自己受困也要先救別人的手。他看到在疫情肆虐時，那些自發捐贈物資、互相打氣的臉龐。他看到在日常生活中，那些為了陌生人停下腳步的善意。在那個特定的時空節點，這些平日裡看不見的善意，被某種宇宙法則轉化為了實質的能量，一種能夠干涉物理現實的高頻護盾。善不僅僅是一種道德選擇，它是一種物理力量。這句話如同一道閃電，擊穿了阿南博士的腦海。他突然想起了范德米爾那份報告中那個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白色問號，以及報告最後一頁那段潦草的關於 X 變量的推測。阿南博士顫抖着再次打開那份百年檔案，翻到了那一頁。范德米爾在那頁紙上寫道，雖然地殼位移是天體引力的必然結果，但我的計算始終存在一個微小的誤差，似乎在地球的某些特定區域存在一種未知的粘合劑，這種力量能夠增加地殼與地幔之間的摩擦力，減緩滑動的速度。我無法用地質學解釋它，但我懷疑這與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文明的生物磁場 biomagnetic field 有關。范德米爾在100年前用最笨拙的科學詞彙觸碰到了那個終極的真理：人心就是最大的風水，意識可以改寫劇本。台灣這個在地圖上看似渺小的番薯島，之所以在100年前的報告中被畫上問號，在100年後的禪定中被高僧特別提及，是因為這裡擁有全球罕見的高密度的善念場。這裡5步一廟，10步一寺，不僅是信仰的密度，更是人情的密度。這裡的人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也沒有丟失那份骨子裡的溫良恭儉讓。這就是所謂的蓬萊仙島的真相，不是島上有神仙，而是生活在島上的人，用他們的善良為自己鑄造了神仙也無法攻破的結界。但是高僧的表情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他緊緊盯着阿南博士的眼睛，仿佛透過鏡頭在看着此時此刻屏幕前的每一位觀眾。光照是存在的，但它並不穩固，它正在閃爍，正在變暗。高僧說，在禪定的畫面中，他同時也看到了另一股黑色的氣流正在從島嶼的內部升起，試圖腐蝕那層金色的光罩。那是貪婪，是爭鬥，是分裂，是仇恨。這幾年，我們是不是感覺到了社會變得越來越浮躁，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變得越來越脆弱，為了立場不同而互相謾罵攻擊的聲音越來越大？高僧警告道，2026年的大考不僅僅是地殼的移動，更是一場正負能量的最終對決。那道金色的光罩是由每一個台灣人的心念構成的。如果負面的能量恐懼、自私、互害壓過了善念，
光罩就會破碎。一旦破碎，范德米爾地圖上那個黑色的叉號就會變成不可逆轉的現實。海嘯會不會吞沒台灣？答案不在上帝手中，不在佛祖手中，也不在地質學家手中。答案在此時此刻屏幕前的你手中。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生存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選擇的故事。如果這是一場注定要來的考試，那麼題目已經洩露給我們了。我們不是束手待斃的受害者，我們是自己命運的閱卷人。那麼作為普通人，在這個倒數計時的時刻，除了恐懼，我們到底該做些什麼？我們該如何去加固那道保護我們摯愛親人的金色光罩？接下來的最後幾分鐘，我將告訴大家龍婆、普拉默、高僧留給世人的3條救命錦囊。這3件事看起來簡單到不可思議，但卻是唯一能在這場宇宙級別的動盪中保全性命，甚至扭轉乾坤的諾亞方舟。請一定要看到最後，因為這可能關乎你和你家人的生死存亡。龍婆普拉默高僧看着阿南博士，緩緩伸出了3根手指。他說，這並不是什麼神秘的法術，也不是要你去深山老林裡躲起來。要想在2026年加固那道保護台灣的金色光罩，要想在這場地球的清洗中活下來，甚至帶領家人穿越黑暗，每個人都必須也只能做這3件事。第一件錦囊叫做止語與和解。高僧說，他看到的那個黑色氣流最大的來源就是口業。在現在的台灣，打開電視，打開手機，我們看到了太多的爭吵，為了政治顏色的不同，朋友絕交，親人反目，鍵盤俠在網絡上肆意釋放着戾氣。高僧指出，這些充滿仇恨的語言，在能量層面上就是一把把無形的利刃，正在瘋狂切割着那層保護我們的光罩。所以從今天起，能不能試着做一個改变？當你想要在網上攻擊別人的時候，停下來；當你在飯桌上想和長輩因為立場不同而爭辯時，忍住，回家去抱一抱那個和你觀點不同但深愛着你的父親母親。高僧說，和解是修補結界最強力的粘合劑。當我們放下了對立，台灣內部的能量場就會瞬間癒合，變得堅不可摧。第二件錦囊叫做微小的利他。很多人覺得自己力量渺小，救不了世界，但范德米爾的報告裡提到了一個蝴蝶效應。高僧說，那道擋住2000米巨浪的光罩不是由哪一個英雄創造的，而是由千千萬萬個微小的善意匯聚而成的。去幫鄰居提一下重物，給路邊的流浪動物一口水喝，對便利店的店員真誠地說一聲謝謝。不要小看這些動作，在2026年那個決定命運的時刻，也許正是你某天無意中施捨給流浪漢的一個便當，轉化成了保護你全家躲過塌陷的一塊基石。你發出的每一份善意，最終都會成為你自己的救生圈。第3件錦囊也是最難的一點，叫做如不動。高僧預警道，在災難真正發生的前夕，恐懼會像病毒一樣傳播。當地面開始震動，當海水開始退去，那個時候巨大的恐慌會讓整個島嶼的磁場瞬間崩塌。如果你跟着一起恐懼、尖叫、絕望，你的頻率就會瞬間降到和災難同頻，那麼你就會被災難捲走。高僧教導我們，在那個時刻，請一定要記得深呼吸，在心裡告訴自己，也告訴家人，心安地才安。范德米爾的觀測者效應告訴我們，當足夠多的人保持冷靜和定力時，這種強大的精神錨點甚至能夠平復地殼的躁動。你心裡的定海神針就是外面的定海神針。故事講到這裡，阿南博士合上了那份100年前的檔案，他離開了泰國，回到了台灣。他沒有選擇逃離，而是選擇留下來陪伴在父母身邊，並在大學裡開設了一門關於環境與心靈的講座。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踐行着師父的教誨。影片前的你可能會問，做了這些，2026年的災難就真的不會發生了嗎？坦白說，我不知道。也許地殼依然會移動，也許海嘯依然會來襲，這是地球運行的周期，是宇宙的呼吸。但是龍婆普拉默高僧在最後向阿南博士描述了災難過後的另一個畫面，哪怕是最壞的情況發生後，他依然看到了希望。他看到
當洪水退去，當大地重歸平靜，台灣島雖然地形改變了，但它並沒有消失。在清晨的第一縷陽光下，幸存下來的人們從高地上走下來，大家不再有隔閡，不再有藍綠之分，不再有貧富之別。人們手牽手，在這片被清洗過的土地上播種新的莊稼，重建新的家園。那時的台灣變得比以前更加美麗，更加純淨。它真的變成了一顆在太平洋上閃閃發光的綠寶石，成為了人類新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因為活下來的人都是被篩選過的，擁有高頻愛心的人種。朋友們，今年就是2026年。這份100年前的檔案和這位100歲高僧的預言，並不是為了恐嚇我們，而是宇宙發給我們的一張考卷。不要等到海水漫過腳面，才想起要去愛身邊的人。不要等到大廈傾塌，才後悔把時間浪費在了無意義的爭吵上。從看完這個影片的這一秒開始，請給你的家人打個電話，請對這個世界多一份溫柔，請在心裡種下一顆光明的種子。如果這個影片觸動了你，哪怕只有一點點，請把它分享出去，不是為了我的流量，而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看到，讓更多的人加入到這個修補光照的行列中來。多一個人覺醒，那個紅色的叉號變回白色問號的可能性就大一分。多一份善念，我們的家園就多一份安全。讓我們相約在2026年之後的每一個清晨，依然能在這個美麗的島嶼上互道一聲早安。祈願台灣平安，祈願世界和平。